一个人在野外生存，不但捕获到野猪幼崽，而且饲养的野猪也将陆续生产。这次熊哥发家致富的梦想快实现了，所有的野猪都抵挡不了水坑的诱惑，这是属于他们的私人泳池。深夜巡视，发现了鸭群数量持续减少的罪魁祸首。然而一人一狗依靠着火堆，栖息在危险的丛林中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熊哥的2只黑猪都已成功受孕，再过2个月时间，他将迎来更多的野猪幼崽。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充足的体力和更好的生活环境，熊哥决定对猪圈进行改造。毕竟现在的天气太过炎热，怀有身孕的黑猪已经出现了气短的情况。将水管安装上喷头，扩散开的细小水花会给猪群提供足够的清凉。然而熊哥好像忽略了什么，浇上水的树干非常湿滑，黑猪在里面根本无法保持平衡，甚至还有摔倒的风险。而已经怀有身孕的母猪也有可能会因为滑倒而失去自己的孩子。测试后，熊哥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，他要重新想办法给这些准妈妈们降温。直接在土地上挖掘出水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并且面积也不需要太大。然而还未等到熊哥完工，最大的这只黑猪就已经躺在里面，开始享受阴凉的地面了。终于完成了，将坑中注满水。试问又有哪只猪可以抵挡住水坑的诱惑呢？毕竟动画片里都演了，乔治和佩奇都最喜欢跳泥坑。当然为了争夺水坑，猪群之间偶尔也会发生摩擦，但这种情况将会在逐渐的磨合过程中慢慢消失。前2天搭建的灶台已经完全凝固，熊哥要拆掉底部用于架空的木板，然后将中心的位置打磨平整，在整体泼洒上山泉水。有老铁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最后一步的操作吗？不妨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。当然，随着猪群逐渐壮大，熊哥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原先搭建用于停放摩托车的车棚将会被改造成单独的猪食制作场地，这样不但可以保持室内干净卫生，并且还可以节省一部分时间。在制作猪食的同时，熊哥还可以在厨房中烹饪自己的食物。首先在周边开挖出便于排水的沟渠，毕竟雨林的天气降雨太多，用木棍夯实整体地面，最后用3个小石块分别固定出盛放铁圈的基石，这样一个专门制作猪食的场地就已完工。砍上1节新鲜的香蕉树干，全部切割成碎片，装入大锅，倒上山泉水，点燃柴火，加热还需要挺长的时间。自己同时可以在厨房中烹饪美食，打上2个草鸡蛋，再来上1碗丝瓜汤。等到补充完体力，外边的猪食也差不多刚好，混合上玉米糊，一份营养均衡的猪食就已完成。而此时笼中的野猪们已迫不及待了，当然野猪幼崽也是同样。熊哥还是担心在进食的时候它们会受到黑猪的攻击，所以暂时还是将它们全部隔开喂食。但熊哥要提前做的准备还远远不止这些。又是一天的清晨，熊哥扛着斧头再次来到农庄旁边的山坡，他要砍伐一些粗壮的树干，牢固一下原先的老房子，全部切割出2米左右的长度以备用。这处老房子在熊哥的设想中是想将其打造成自己的2谷仓的，只可惜现在还没有那个经济条件，毕竟水泥和砖瓦都太昂贵了。然而它的屋顶还是完好的，只不过承重的支柱已经开始腐烂，要不了多久就可能会坍塌，所以他要用树干重新进行填埋，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房屋坚持久一点。等到自己有了足够的资金，再进行彻底的改造。牢固的工作已经完成，而熊哥还不能停下来休息，多多的开凿出新的猪食槽，才能满足现在乃至2个月以后的需求。转眼时间已至深夜，开凿的工作刚勉强完成，顺便巡视一下自己的农场。在森林中，所有的牲畜在夜晚都是不睡觉的，他们会时刻保持警惕，无论是猪群、鸡群，又或是5只野猪幼崽，当然也包括鸭子和大鹅。然而就在今夜的巡视中，熊哥终于抓住了鸭群持续减少的罪魁祸首——一只野生山老鼠。它们虽不能对成年的鸭子造成伤害，但是会袭击幼崽。第3天的清晨，熊哥已进入了工作的状态，他要将开凿好的猪食槽全部用木桩分割开来，这样以后进食时就不会发生抢食的情况。不得不说，熊哥为了农场的打造，真是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到位。所有的猪食槽都已打造和更换完毕，还剩最后一项准备工作了。之前种植的红薯现在要将它们扩大规模，毕竟更多更充足的红薯叶子以后都可以成为猪群的食物。切割掉根茎上多余的叶子，这些剩下的根茎就可以种植在住所的旁边。切割下来的叶子也刚好可以给猪群磨磨牙，补充营养。拆掉原先的菜园，这里的空地就可以用来种植红薯。刨挖出浅坑，隔上相同的距离就放上1颗茎叶，以后这里就将会红薯遍地。所有的准备都已完成。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熊哥踏上了狩猎之旅，他要去寻找野猪的踪迹。如果可以捕获，那猪群将会更加庞大。只是自己所在的这片山头的野猪群已经搬走了，他要去到很远的另一座山进行寻找，因为之前他曾在那里遭遇过野猪的袭击。幸好自己足够幸运，他逃脱了。遥远的路途让熊哥不得不考虑今晚露宿野外。他在寻找野猪踪迹的过程中，也在搜集今天晚上的食物。然而突然的意外着实让他吓了一跳，他听到了乖乖的嚎叫，赶紧前往查看。然而自己才刚刚探头，
就立刻转身逃窜。乖乖也是逃脱后快速跑了过来，镜头并未拍摄到那是何种动物，但肯定非常危险。石头上方的灌木在不停地摇晃，熊哥企图发出声音吓跑野兽，乖乖也是来来回回奔跑。在躲藏了一会后，危险貌似离开了，熊哥这才慢慢地走出来，继续搜寻。他要找寻野猪的踪迹。一只螃蟹钻出了洞外，将其抓住，刚好可以成为今晚的晚餐。森林的天空已逐渐的昏暗，而自己已经走得太远。一块巨大岩石下的空地，清理干净杂草，自己今晚就将住在这里。硕大的岩石就是迎来降雨，自己也可以安然无恙。找来干燥的柴火，升上火堆，这样才可以将蚊虫驱赶干净，否则自己将无法入眠。铺上硕大的芭蕉叶，沿途搜集到的蜗牛就将是今天的晚餐。炭火持续烘烤，只需敲开坚硬的外壳，就可享用到最原始的味道。一人一狗的野外露营，明天是否能够追寻到野猪的足迹？是否可以捕捉成功呢？精心设置的陷阱已被触发，一只野猪幼崽被牢牢地困住，圈套已紧紧地勒住了它的躯干。而不远处的另一处陷阱同样带给了自己惊喜，两只野猪幼崽接连捕获，看来它们应该是跟随野猪妈妈外出觅食时而触发陷阱的。毕竟第一处陷阱的绳索是被硬生生扯断的，只有体型庞大的野猪才能有这样的力气。黎明的阳光刚刚破晓，火堆已经燃尽了。在野外露宿了一夜的熊哥此时还未醒来，而乖乖已经早在周边开始了警戒。熊哥缓缓地醒来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穿上雨靴，他要先赶回自己的农场。毕竟昨日一天的探查已经明确了这片山头有野猪的出没，要回去准备制作陷阱的材料，然后再次返回到这里。途中熊哥还顺带砍伐了一些鲜嫩的香蕉嫩芽。野猪群也到了该喂食的时候，小家伙们已经看到了熊哥归来，全部都哼哼唧唧地跑了过来，将汁液丢入猪圈，趁着猪群进食香蕉叶的时间去准备制作猪食。猪食已经做好，被分割开的猪食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，猪群再也不会因为抢食而发生冲突。当然，单独圈养的5只野猪目前仍然需要单独喂食，虽然它们的体型已经比之前大了1倍，如果现在就将它们尽数放出，那么它们很可能就会因为吃不到食物而延缓发育。所有的牲畜都已喂食完毕，熊哥也要抓紧的补充体力。1份水煮丝瓜，3个水煮炒鸡蛋，外加1碗白米饭，这些就足以给自己的身体提供能量的补给。饭已吃完，要准备好设置陷阱所用的所有材料，采摘一些红薯叶，再来上1颗还未绽放的香蕉花，刮去铁锅上的炭灰。那么你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将红薯叶放入，持续的敲击，叶子中所含有的色素才是熊哥的真正所需。等到2者完全混合，再拦腰砍断香蕉花，其滴落而下的乳白色液体就是树脂，而它的作用是让捶打出的颜色更具有粘附性。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熊哥拿出了绳子。原来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为了给绳索染色，这样不但可以消除绳子上的味道，并且还有隐藏的效果，这样才可以提升狩猎的成功率。该出发了，穿上便于行走的布鞋，带上清凉的山泉水和头灯，准备好绳索，系上柴刀。他要去昨天的那个山头，接近4个小时的路程。熊哥来到了野猪所在的区域，就在这处斜坡，他发现了很多野猪足迹，并且这些脚印看上去也很新鲜，大小不一，零散分布，也说明了此处可能不止1只。他们曾在此处寻找过食物，并且稍作停留。熊哥决定就在此处设置陷阱，寻找适合的弹性树干。然而就在准备开工的时候，在旁边发现了一处蜂巢的存在，用火把将其驱离，这样才可以避免设置陷阱的时候遭受到蜂群的袭击。砍掉多余的枝叶，拥有这样的弹性已经足矣。然而不久森林将会进入黑夜，灵鸟已经开始在寻找今晚可以过夜的地方，看来也要加快陷阱制作的进程了。劈砍出待插的树枝，平行的2根针插入地面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拿出提前备好的绳索，一头系于提供弹力的树干之上，另一端则要稳稳地固定在用于触发的底座，而余下的绳索则是要打上一个可以自由伸缩的项圈，然后让其覆盖住整体的陷阱，最后再用枯叶做好适当的伪装，这样一整套陷阱就已制作完成。为了尽量提升抓捕的成功率，熊哥还特意带来了玉米，将其撒在陷阱的周边，也会有非常好的引诱作用。接下来还要设置第2处陷阱，熊哥就选择在旁边不远处，而第2处的陷阱设置，熊哥则改变了方法。这是一种锁头沙式的陷阱，只要项圈制作的足够大，也是完全可以捆绑住野猪身体的。黑夜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降临，幸好带来了头灯，系好绳索，寻找到合适的树干，慢慢固定以保证整体的平衡。不过这看起来似乎有些难度，经过几次尝试和改进，整套陷阱才算固定成功。在2边安插上枝叶，这也是诱导野猪只可以从此经过障碍。当然玉米也是不能少。在完全天黑之前，熊哥又设置了第3处陷阱。外面的天空已经电闪雷鸣了，看来今晚要有极强的暴风雨，要是继续露宿在丛林，将会非常危险。熊哥要在深夜来临之前赶回农场。新一天的来临，森林的天空已明显放晴，
然而昨夜的暴风雨却异常的强烈，熊哥要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损失。大腿粗的树干被摧残至拦腰扯断，种植的柚子果树也有部分遭到了损坏。幸好自己居所的周边全都被砍伐过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猪舍旁边的大树也被吹断，不过幸好围栏没有遭到过大的损坏，并且猪群也都完好无损。一切检查完毕，损失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。穿上衣服，熊哥要去查看昨日设置的陷阱了。长途跋涉，熊哥再次来到这里，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却瞬间让他丧失了希望。陷阱虽然已被触发，但是圈套的绳索却被硬生生的挣断，旁边的脚印看上去非常巨大，看来这是一只完全成年的野猪，并且野性十足。虽然绳索已经捆住了它，但是却是未能承受住野猪的挣扎，一声明显的叹息。还有2处陷阱，农场的野猪群能不能再次扩大，全部寄希望于他们。然而峰回路转，让熊哥开心的画面还是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一只野猪幼崽触发了第2处陷阱，绳索圈套牢牢捆住了它幼小的身体，看体型应该只有1个月左右的大小。轻轻地将其解下，要用绳索捆绑住它的四肢，只有如此，它才不会在赶路中感到不适，甚至受到伤害。将小家伙抱起。还有最后1处陷阱需要查看，熊哥的好运还在延续。第3处陷阱同样捕获到了一只体型相当的野猪幼崽，树枝的弹性使得小家伙处于半悬空的状态，这样的造型，无论幼崽如何挣扎都无法逃脱。再次捆扎好四肢，一次就捕获到2只野猪幼崽，这下野猪群又会更加的强大，直接将2个小家伙挂在脖颈。熊哥要立刻赶回农庄，长时间的奔走已经让他感觉到了疲惫，停下来休息一会，在恢复体力的同时，也要给2个幼崽扇风乘凉，继续赶路。熊哥已回到了农场，捕捉到的这2个小家伙和农庄中的5只幼崽有着差不多的体型，熊哥决定要将它们放在一起，共同照顾和饲养。新来的2个小家伙的毛色看上去略黑，但是毛发却是异常油亮，真不愧是从小就在野外长大。如今已有了7只野猪幼崽，再加上3个母猪，都将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再次生育。看来熊哥距离发家致富的目标并不会太远了。第2只怀孕的雌性野猪即将迎来生产，从肚底的手感可以感应出来。然而你是否知道越南的祭祖习俗和中国又有什么区别吗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在准备今天工作需要用到的工具，穿上衣服，捆上柴刀。路途遥远和即将采挖的货物的重量，不得不让熊哥选择骑着越野摩托前往。别看是2手的，但是声音足以震彻整个山头。持续的爬坡和极为崎岖的山路需要十分的小心，这非常考验熊哥的越野技术。狭窄的山路稍有不慎就会有冲下陡坡的风险，这才应该是正儿八经的越野骑行吧。在经过狭长的山路后，熊哥还需要穿过很长的一段灌木丛林，在持续穿行于树缝之间的同时，他还需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被山洪冲垮的深坑。接近1个小时的颠簸，熊哥终于抵达了今天的目的地，一片最原始的竹林。他要采挖这里已经完全长成的竹笋，现在已经到了正式的采挖季节。比大腿还粗的毛竹，说明了此处竹笋的质量。每年这个时间，熊哥都会来到此处，这里不是自己栽种的，它完全是额外收入。十足鲜嫩而硕大的竹笋，是大自然对自己的馈赠。而对于一些尚未长成的幼笋，熊哥还是会选择将其留在那里，让其自由的生长。当然，像这种一个就有5、6斤重的，也并不在少数。2个多小时持续挖掘，熊哥已收获了接近200斤的数量，就地处理干净，剥开老化的外皮，鲜嫩的笋心雪白诱人，这难道不比大腿白多了吗？所有都已处理完毕，全部装入麻袋，摆放整齐，密封好袋口。熊哥还需要将它们全部运送到城镇的市场中进行售卖，这样自己也就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。越野摩托再次登场，这接近200斤重量的竹笋，想要在山林中骑行，必将更加的困难。然而为了生活，这也是无可奈何。下山的途中，熊哥又停下来采集了一些新鲜的冬叶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农历的7月份了，也到了要祭祖的时候了。这些叶子可以拿回去给老婆制作所需要的祭品，全部捆扎好2份就已足够。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动力，真心希望这2袋竹笋能够给熊哥带来稍微可观点的收入。新一天的到来，熊哥要为祭祖开始做准备了，因为他要离开农场1天1夜的时间，将所有的牲畜喂饱，自己才能放心的离开。带上柴刀再次出发。昨夜的暴风雨已将大树吹倒，幸好倾倒而下的角度并没有将鸦圈毁坏，而这些被吹掉的香蕉枝叶则刚好可以搜集起来，它们将会被作为囤积起来的食物全部丢在猪群的圈养范围内，这样自己不在的时候，猪群就可以有食物可以进食。带上几只鸡和一些瓜果，熊哥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山下的家中。然而昨夜的暴风雨让下山的路程显得异常的艰难。终于到家了，孩子们很开心，他们见到了久未见面的父亲，而此时家中很多亲戚也都已赶到。熊哥还不能和孩子们享受温存，他们还要一起制作用于祭祖的祭品。夜已深，孩子们都已睡着，但是自己还不能休息。用紫色的纸片制作出不同形状和图案的手工品，是对祖先的敬重和思念。
不同的颜色、各式的造型，这是越南当地祭祖的习俗。当然，熊哥的老婆也没有闲着，他也有东西需要准备。他要蒸煮粽子，还有熊哥带回来的3只肥嫩的草鸡。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劳累了一夜的熊哥又早早的起床了。他要将昨夜制作好的手工进行最后的完善，而经过一夜蒸煮的草鸡也需要进行摆盘，当然也包括内脏和鸡蛋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专门请回来的老者也已到达，因为只有年长的人才懂得祭祀的仪式。熊哥还太年轻，他还不懂得仪式正式开始，一切都是在家中的床上进行。老者点燃了所有的香烛，每一份给祖先食用的祭品都要安插上1只，然后老者还会一边念着咒语，一边敲打3声石头，最后还要将提前准备好的手工全部在火盆中烧尽。当然烧掉的同时，嘴巴里也是振振有词。我想这应该是为了祈求先祖们的庇佑吧。祭祖仪式已经完成，熊哥终于可以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了。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熊哥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了。毕竟农场中的牲畜还需要照顾，携带上必要的生活用品。熊哥骑上了战车，再次出发。前面的山路湿滑泥泞，熊哥给车轮安装上了防滑链，这样走起山路来会轻松许多。再次回到农场，猪群已经饿得哇哇大叫了。熊哥赶紧制作出了猪食，所有的小家伙都跟在自己的身后狂奔，生怕吃不到。当然野猪幼崽也是同样，所有的家伙都吃饱了。今天的阳光很好，熊哥决定将圈养的小野猪全都放出，让它们自由地玩耍。第2只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，熊哥要看一下大概还要多久可以生育，他通过母猪肚子的手感就可以判断出来。双排扣的周边已经开始有了要产奶的感觉，对于有多次接生经验的熊哥来说，这一点他非常熟悉。然而雨淋的天气再次展示了什么叫阴晴不定，天空下起了小雨。蹲坐在2楼的熊哥正在缝补自己仅有的几条裤子。男人嘛，缝3年补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只要不漏，全都影响不了自己打造完美私人农庄的决心。野猪幼崽的体型已长大不少，族群内的地位争夺如今也已逐渐进入白热化，谁将会是新一代的首领？而将巢穴建造在香蕉串中的老鼠，你是否见过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最近一批孵化出的鸡苗已经开始长大。为了避免与成年的鸡群产生不必要的碰撞，熊哥决定要为它们重新搭建一处新的鸡舍。被暴风雨吹断的大树遍地都是，而这些也刚好可以被重新利用起来。砍掉多余的树枝，整根的比植树干不需要太多，将其全部切割出相同的长度。新鸡舍的搭建位置就选在了自己住所的旁边，掏挖出深坑，插入地面的支柱，要保持和猪场的围栏齐平，并且上下高低的落差也刚好可以搭建出倾斜的棚顶，这在热带雨林的气候中十分必要。为了保持鸡舍内的干净与卫生，熊哥选择了悬空设计的底座，4根木质边框的固定也将保证整体的牢固，毕竟暴风雨的破坏力可不是儿戏。随着顶端2侧再次固定，鸡舍的框架就已大致的成型，接下来就是地板的铺设。毛竹当然会是最为省力的选择，然而浓密的灌木丛中，熊哥发现了一条蛇，乖乖也看见了，上蹿下跳的挑衅。不过熊哥还是将乖乖叫了回来，如果是一条毒蛇，那将会极其的危险，自己可不想再失去一个忠诚的伙伴。将毛竹运回，测量好尺寸，全部分解成大小合适的竹片，并且每一片都要经过精细的处理，整齐的排列。特意留出的狭小缝隙也将会便利于定期的卫生清理。等到顶棚横梁完全固定，最后再用防雨布覆盖住表面，倾斜的屋顶就是下再大的雨也都可尽数排尽。当然周边也是同样，一个崭新的鸡舍就已搭建完毕，将所有的小鸡放入，以后这里就是他们遮风挡雨的新居所。森林的天空已步入黑暗，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熊哥已在打磨着柴刀。如今已经到了蔬菜种植的季节了，他又要开始打造新的蔬菜种植基地了。当然这次的目标可是和之前略有不同，熊哥要建造出更大的规模。鱼塘上有处的斜坡就是此次的最新选址，先将所有的杂草清理干净，整理出清晰的轮廓，才能确定最终的范围。之前种植下的柚子也快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了，而这将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收入。大片空地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，鸡群也赶来捕食躲藏在杂草下的昆虫。接下来的就是等待炙热的阳光将所有的根茎全部杀死，届时才是菜园打造的真正开始。背上竹篓，熊哥再次出发，他要去采摘一些成熟的香蕉，来给猪群补充一些可能会缺失的营养。不远处的这一串大小就刚好合适，对着树干轻轻的来上2刀，50-60斤重的香蕉串足以让其自然的倾倒，将整串砍下。然而此时乖乖兴奋地绕着它来回的旋转，并且耳朵警觉的全都竖了起来。难道这里还会隐藏着什么动物吗？但是此时熊哥并没有发现什么，他要将整串的香蕉搬到石块的上方，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接下来的处理。然而就在刚刚放下后，熊哥好像真的发现了什么，这也引起了自己的警觉，轻轻地掰开，在缝隙中好像有枯叶搭建的巢穴，旁边的乖乖已经有些按耐不住。熊哥示意着乖乖有东西，
然而巢穴里的小家伙趁机溜了出来，乖乖也是跟着跑了出去。简单的周旋后，小家伙已经丧命在了乖乖的嘴下。原来是一只野生的小老鼠，鼠妈妈应该在感觉到动静的第一时间就逃走了。熊哥继续掰扯着已经完全成熟的香蕉，然而才刚刚采集完尾端，熊哥就再次发现了巢穴中貌似还有2只幼鼠，用树枝压住以防止自己被咬到，2根手指伸进巢穴，瞬间就揪住了幼鼠命运的脖颈。从体型来看，应该刚刚满月不久。不过这野生的老鼠真是聪明，将老巢搭建在香蕉串里，既安全又能保证充足的食物。只不过千算万算，却唯独少算了熊哥。2个小家伙的命运已就此终结，香蕉已采集完毕，全部背回到农场。趁着天气晴朗，熊哥要将所有的猪群放出。只不过是7只小野猪最先抵达了战场，将香蕉直接扔到地上。无论是猪群还是鸡群，貌似都很爱吃。当然，对于野猪来说，拱地貌似才是他们的第一乐趣。转眼时间已到了第3天的清晨，熊哥又来砍树了。他要开始准备搭建菜园栅栏，所需要用到的木头不需要太粗，只要有一定的承重就可以。先将所有收集到的树干堆积到昨日清理好的位置上，4个小时的持续搜集。然而此时猪群已到了该喂食的时间了。熊哥来到了不远处的山坡，这里栽种的玉米有部分已经被大风吹倒，它们已无法继续生长，全部收集起来。还很鲜嫩的秧苗也是猪群喜爱的食物之一。采集上一大捆，全部丢到场地之中。不论是黑猪、野猪，又或是7只幼崽，看起来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在野外饲养猪群，看上去感觉真的是省时又省力。猪群已经吃饱，而自己接连忙碌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补充一下优质的蛋白质。毕竟接下来的各项工作也并不轻松。蒸煮好米饭，熊哥第一次舍得杀一只老母鸡补一补。虽然这只母鸡看上去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但是如果可以给自己的主人奉献上一顿美食，那也应该算是死得其所了吧。反正稀里糊涂中，母鸡已去了另一个世界，清理掉体毛，难得的白嫩食材。熊哥准备精心的做上一顿正宗的荒野药膳鸡，将所有去腥增香的中药材全部塞入肚中，锅底再垫上香叶，倒上点白酒，来上点山泉，2个小时的焖煮，充满香味的10全大补药膳鸡就已出锅。撕扯下完全软烂的大腿，蘸点秘制蘸料，大口的撕咬，才能感受到自己饲养的鸡肉到底能有多鲜嫩。不过就熊哥一人能吃得完这么大一只吗？可别浪费了，要不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份痛苦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